好，823罢免投票，卢秀燕说要投不同意罢免，让赖清德清醒，这是为了救国家啊，为了救国家啊。那意思就是说赖清德真的是哈，我真的不懂这些人的固执哈。我想国家交给他们怎么办？726你就输了这么惨，对不对？就下车嘛，不是不能下，因为你口口声声讲是民间团体发动的嘛，不是你嘛。那曹新成这些都要跑啦，那你就顺着他说，既然曹董不干了，我们是跟着他的嘛，所以我们就不干了就好了嘛，就见坏就收了。团结。他没有啊，他要继续干，还交代那个新的秘书长，一半救灾，一半搞罢免，脑筋想什么？哦，所以这些人真的，我常常觉得，真的国家交给他们，将来真的遇到大事，两岸的紧张或者国际的，他怎么办呢？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能够解决哈，好吧？那国民党搞了一个叫莱尔校长的番外篇因为前一阵子那个好像几十万人、40-50万人在看说呢中国红熊抱怨没上车，删除青鸟这个青蛙删除了也登场说核三公投要投同意公投，这个核三研议，然后罢免公投要投不同意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莱尔校长做得很好，有各种细节了网友蛮喜欢的，年轻网友蛮喜欢的。朱立伦就说呢，核三说明会要看莱尔校长，然后告诉赖清德，票多的赢了，选举是票多的赢了票多的赢。好，我们看一下。第二波罢免投票前夕，立法院长韩国瑜来到新店扮演催票机，做罗明才的后盾。台湾绝对不能走向民进党一党独裁。支持林拜托选民投下不同意，迎接823投票，蓝营策略陆空战并进。搞定了没有？搞定了。我还没上车我还没上车动画片中穿着红色套装的眼镜卷发男被打着绿色领带的卡车驾驶丢包在车外，伴随着青鸟跟蟾蜍。18号，国民党脸书发布这支核三公投宣传片，其实就是几天前莱尔校长的番外篇。1-2，太好了，那就是我赢了，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哦。用南方四剑客风宣传公投大获好评之后，才有了这支番外篇。就有网友留言说，这集好像比较好懂。也有人说，是不是中国红熊达叔哭哭根本是逃学威龙？譬如影片中红色男子的台词跟电影里头的达叔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算是一个致敬过去的这个幽默港片《逃学威龙》之外呢，就告诉了我们大家，意识形态是不能发电的也希望能够用幽默的角度呢，来唤醒更多的民众呢，重视我们的民意跟民主。用港片梗致敬而被影射兼点名的民党立委沈伯洋，这回应把我画的太可爱了，还是没说到为何要浪费钱做无效公投，但只要国民党开心就好。我还没上车赖淑慧，这一系列的短片现在网友都很欢迎。那我就跟这个发起人那个我们文传会的年轻人阿佑说，你惨了，因为你可能会要做到100集，像那个乡土剧，因为民进党提供的笑料太多了我之前讲过说，这里面的内容为什么大家看到都会心一笑，而且都知道说他在讲谁。因为这些真真实实都是民进党的这些诸公们总统、院长、部长、立委所产生的一些荒谬的言行行径，譬如赖清德说的，哎呦2-1，那我赢了这个不是票多的赢，像这种反民主降智的这个言论。居然是我们的总统说的所以这样子的这种短片我告诉大家，做到100集都永远有素材不是我们太有创意而是民进党太秀下限了。刚刚这个赵先生说到说，其实726之后民进党就可以表现出一个说尊重选民的这个决定公民，什么叫公民？我们都是公民那公民当然是跟着大多数的公民同行嘛，你就这样子讲就好了嘛可是他不但不下车，他还之前洪薇姐还接了一个公文，总统府还发文给行政院要检讨大罢免失败的原因。那这就好笑了，大罢免对你来说怎么会是失败呢？你是行政机关，你是执政者。
罢免只有通过跟不通过，你是中性的，因为你说这是人民发动的嘛。可是你把它列为失败，那就是赖清德总统承认说这个大罢免是我发动的，结果现在怎么会失败了呢？给我检讨哦。所以刚刚提到我们前面在点名说内阁谁改组哈，谁该下台，谁该下台。坦白说了，我想大家更有共识的不是改组，而是重组。因为最不适任的就是卓荣泰嘛，完全无能力，只会复议。那如果行政院长都不适格了，那请问一下，他下面的部会首长又有什么留任的必要呢？其实坦白说啦，最近民进党内部已经都开始在讨论说接任的人选了。我们有几个台北市议员都被点名点到了哈，所以我们可能8月底823之后，台北市议员可能又会少几个走，这是我们目前听到的。议员去入阁啊？或者是进入行政机关，对，就像梁文杰一样，我请教一下这个动画有没有侵犯原作的智慧财产权？原作是谁？不是民进党人吗？不是，因为都是他们讲的。这个动画没有这个沈大佬，不是南方事件，不是，他只是模仿那个风格，这个也不可以哦，整个都是在画的。我跟你说哈，这个是创作重置，网络上特别是动画哈，你去看模仿宫崎骏风格的呢，全世界不晓得有多少。这个都是有童话的。只要不是直接用宫崎骏的电影里面的某一段情节，整个拿出来一模一样的照抄，都没有这个侵权的问题。来院长，这个我写过一篇文章了，谈就是南方四剑客对于跟白宫的交锋。在7月份的时候 ，South Park 的第27季啊，他画的是用深伪技术，把川普跟南方四剑客画在一起。那川普呢，就是赤身裸体走在沙漠上，跟撒旦交欢，里面就弄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那当然白宫就很生气啊，你这样等于欺负到我，要说你这样很不入流。然后那个创办人呢就说 ，We are really terribly sorry， 我们这人不好意思，就过了。那事实上，这就像哈姆雷特剧中所写的，就是演戏的就是一面镜子，让政治人物无所遁形，这个就是嘛。除了刚刚讲一点，我完全同意，就是如果不是提供这么多笑料素材在那里，坦白说，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啦，巧妇难米之炊。那内阁这些林林总总，或者这个民进党上来到现在为止，办这么多，究竟换哪些？闽南语有一句，我想沈大佬一定听过了，好像肉当肥不如瓦心肠。你与其去加很多肥你不如整株那个树换掉，肉当肥不瓦心肠了。还有刚沈大佬，他因为他是医生了，可是我们每一个都看过医生啊。他的学弟在台大医学院第2名、第3名的告诉我说，西医让你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医让你活得迷迷糊糊、不知所以。他讲的有道理就中医是帮你调理，你为什么活下来不知道，你找不到原因，因为很多药嘛。可是西医呢，哪个地方不对切掉，哪个地方好就帮你切除，就变好了。所以西医让你死得明明白白。但是中医让你活得迷迷糊糊，但不重要，但至少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内阁换得明明白白嘛，对不对？所以沈大佬主格是有道理的，就是说罗党不一不马心脏，看起来其实关键所在，你说赖清德旁边都没有人，也不一定了。沈大佬应该比我更清楚了潘孟安就是非常杰出的人选，他可以跟赖清德可以跟完全谈政治正确，他甚至可以在赖清德在很多地方的，他会给他踩刹车。很多朋友在里面讲说，他看到潘孟安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当然这是传说了。所以你说真的都没人，也不会也不会那至于说蒋万安能不能建议，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建议？首都的市长如果他建议的人得体的话，不要以人废言嘛。他如果真的很好的话，童子拜观音，童子的贤人来组阁，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又有何不可？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了。好，国民党爆料说0日攻击因为当时就认为是0日攻击也配合大罢免，这之前没有演，对不对然后呢，说导演拿了2872万，那怎么拿了什么叫做就业安定基金？这很奇怪。当然，那不是0日攻击，0日攻击是另外的，是他之前拍了3部替那个劳动部拍的片了，拿了2872万拿了就业安定基金。这就业安定基金好像不是给你拍片用的这跟就业安定有什么关系呢像很多人失业什么，应该补助这些人嘛那所以呢，就被认为说大补助大成功，虽然大罢免大失败，用政府资源豢养自己人，奉旨给饭吗？所以呢，选举推出在路上，
罢免推出0日公击啊，怎么叫你杜贺哦？那就业安定基金在2022、2023、2024都补助了这个导演哦，给他这个刚刚讲啊2000多万啊。然后呢，2023年12月7号，这个导演叫罗景任，就拍摄在路上，记得吗？蔡英文在赖清德在路上哦，然后呢帮他们竞选。然后2024年4月11号，文化部核定补助0日公击7131万，所以你加加看哦，这个2000多万加上7000多万，将近1亿啊哦。那所以呢，这个请问拍摄在路上，民进党花了多少钱？哦，就是意思就是说，民进党到底花了很多吗？拍给政府拍都花那么多钱呢？民进党有花那么多钱吗？还是说因为平常拿了政府的钱，所以选举的时候呢打个折扣？大概疑问是这样啊，结果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民进党付多少钱不知道嘛哈，说这是不是会优惠投桃报李了？是不是拿人民的纳税钱来养绿油油啊？这个国民党问了哈。那另外呢，当时许明春开演唱会哦，好像就都被法律追就诉追了嘛。那你现在劳动就安定基金也可以去给这个导演吗？哦，等等等等哈。他替劳动部拍了一个阿房洗衣店哦，然后呢，这个劳动万岁有两集，然后呢，按赞的人很少，488、1761、200天。我随便写篇脸书，也把他们加起来都多哦。那所以呢，一共这3个就拿了2872万6914块哦。那所以呢，这个林涛也问了，说你到底怎么回事？那劳动部的回应说是问 A 答 B， 根本没有针对问题答复嘛哦。而且呢，说这个罗景任哈。说我不靠政党为生，我看到罗景的讲法说，马英九的时候我也帮他拍啊，哦，然后呢，这个是我也帮他拍，那个也帮他拍啊，哦，我说我不是靠政党为生，靠政府为生呢、好，不管了哈。那林涛就说，罗景并没有说为什么能够都获得这些补助啊，这些补助很奇怪，为什么老是拿这些补助呢？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拍一支片，开一场记者会就可以核销1000万，哦，结果呢？审计部都说这个很难验核，而且还是开口合约啊。开口合约就是说以后就不用，就是你只要报来就可以了。那现在的劳动部长你说我们现在要避免这个开口合约的，那表示以前的开口合约是不对的嘛，反正继续干就好了。为什么以后不行呢？哦，然后这洪胜汉很有意思，他说哦对。那个审计部现在不肯验哈，所以以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争取明年公务预算来规定，不跟个人追讨。哦，真的好过分！个人给了导演就给导演，那叫他编审计部不合、啊，那怎么报销呢？叫他编公务预算来报销。来，永斌，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令人愤怒哈。其实在之前我们就已经讨论过《0日公击》这个片子拿了多少的补助。那当时大家就很疑惑的说，你文化部给你了那么多钱不够呢，你怎么还去搞中华电信的子公司呢？哦，那结果呢，现在更离谱的就是就业安定基金。如果说就业安定基金当时的部长许明春开一个演唱会闹得那么大，他连选个高雄市长都不能参选，现在还变成司法追责的被告的时候，那你就业安定基金凭什么来补助拍影片？就业安定基金我们多次在节目讲，我们再讲一遍，它是雇主用外劳的雇主付给政府的钱组成这个基金，用来说我因为用了外劳可能会损害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所以拿来发给这些本地劳工的失业救济金，或者是他们的在训练的一些转职的课程等等。就是这个基金的设定目的如此的明确，那你怎么可以完全来进行挪用呢？那这个不正挪用的后果更可怕。这个导演罗景任呐，这次我觉得国民党打这个点踢爆的真的非常的正确。他讲的就是说，完全给他的1000多万的开口合约呢，本来他是要交35部影片的，就他最后只交3部。然后那3部影片呢，刚才那个赵大哥也讲，那个按赞数非常少，所以国民党已经算出来了，给他的钱呢，一个按赞数平均17000块，对不对？这是把纳税人把政府的钱
当什么钱？把纳税人把这个雇主的钱这样子挥霍，那大家不会很生气吗？那所以你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就来想到洪申翰，刚才在谈内阁改组的事情嘛。那洪申翰为什么今天会去做劳动部长啊？不就是就业安定基金的丑闻，当时闹得如此大，还搞到劳动部的有一个那个年轻工作人员被霸凌轻生，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洪申翰是要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是要去改革掉这个弊端的耶。委员在这里很认同，就是说你要基本上要抓着这一点啊。你今天你就业安定基金出了那么大的弊端，然后那你的改革诚意在哪里？你弄到审计部都说难以验核履约成果，因为你再怎么开口合约，我们在政府工作过都知道，你就算做一个开口合约，你里面期待的基本的它的提供的那个成绩数量 KPI 都是会规范在里面的嘛。那你明明要35部影片，那你才拍3部，然后你1000多万就给他，然后说这个不用对个人追缴，然后之后我要用公务预算来填平，这样的部长还能够让他坐在那个位置吗？对不对？他也是一个积极护航派啊。行政院会的时候，卢秀燕多讲几句话，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帮腔说你什么转移焦点啊，请看重议程啊等等。就是说这些人的嘴脸我觉得这次内阁改组，为什么今天你点名这3个，明天呢另外其他3个的料就被爆出来，后天的料又被爆出来。当你不愿意就是很坦诚的面对整个氛围，说内阁全面改组的时候，你不同的部长呢就会出来不断的像挤牙膏一样被凌迟。你自己再看看，现在到823还有几天，每天保证各部会的部长都有新料会爆出来，而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之前洪申翰的这个任命已经是发生了弊案，走掉了一个部长，然后他去填补那个部长的缺的以后呢，变本加厉，不思改革。这就是这次民进党如果要进行内阁改组的话，一定要牢记的教训。好吧，他那个按赞那么少，要给那么多钱哦。我刚刚随便翻我的脸书，你看8000多个按赞，这个不是我的，是转播别人的，1万个按赞，13000个按赞，这样给你1亿耶！然后1亿耶！一个赞1万1亿，不得了他那个怎么几百个就给那么多钱这太好笑了。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讲。原来是市长马英九，连市长都要停下来等过马路小朋友，可见在台北走路的人最大。行人最大，连市长都要礼让，这是零日攻击导演罗景仁过去帮马英九主政的台北市府拍的宣导片。罗景仁脸书强调，曾帮马市府拍摄超过10支广告，也帮蓝营智库拍过反霸凌广告，要回击国民党指控他奉旨拿饭打击在野党。罗景仁指称的马英九，指称的过去青年发展基金。过去的时代都不曾在政府的机关基金遇到这么大滥用基金的状态。罗景仁拍摄了赖清德在路上的竞选广告，而2024年的4月11号，文化部就补助了罗景仁拍摄零日攻击的7131万，还是有投桃报李的嫌疑。日前才指控就案基金超过55%，一共2872万元都补助在罗景仁身上。国民党再度爆料，劳动部2022年跟罗景仁的开口合约内容，要求制作网络短片35则，公开活动2场，金额合计1069万元。但采购签文跟订购单不但没载明短片数量，实际履约结果仅拍完1部片以及1场记者会，劳动部却依旧核销。谁来审核？谁作为一个核销盖章？这通通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盖章的人都涉及这整起的弊案。而现在检调跟劳动部竟然完全不查。国民党呼吁劳动部检调彻查合约是否涉弊，而劳动部暂无回应。
玉珍，来，我来讲一下，这分了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就业安定基金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就业安定，大家刚才你也讲过了它的作用不是说来做这些就业安定嘛，帮助就业安定的事情。而且你拍了影片，就业就会安定吗？不会啊，你要发钱啊，给他们呢。不是像那什么演唱会啊这一类。而且事实上，我看过就业安定基金的，我后来因为上一次那个谢芬署长那件事情，我去查了就业安定基金的账，我觉得很离谱。那时候大概几个月前嘛我看到里头3000多万、5000多万修那个围墙、外墙，不是围墙，外墙哦。我想说这个多大，5000多万都可以盖一栋房子，也有7000多万的，我都盖一整栋楼。我后来去查在南部我想说我要找时间去看一下那个房子多大，多么伟大，很夸张啊，那个钱很多很多。我说这样都可以盖一栋新的吧，然后盖一个厕所700多万。不知道厕所有多大，我还没去看呢。那是他有数字，可是这个就业安定基金不是在做怎么整修外墙啊，还有整修餐厅的什么东西，也是好几千万，哇，非常的多。我那时候觉得很离谱，那我那时候还去查说是不是同一个公司标的。好，那这个是就业安定基金用途，他们是没有按照原来他设定的目的使用，因为他劳动部把它当做一个小金库啦。讲实话，这个什么基金，就是因为他们编公预算我们看到省。那基金的部分，它可以就是从一直进来，每一年进来。比如这次可能多外劳多一点，钱多一点，然后就把它用出去，然后包括送礼啊什么，这个是就业安定基金的部分。好，这个零日供给这个部分因为我有具体的这个文化圈人跟我检举，因为这个要从去年开始讲，去年我不是在省文化部的预算嘛，不是后来被攻击很厉害嘛，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文化部的人纷纷不是文化部，这个所谓文化圈的纷纷出来支持大罢免，对不对？拍戏啊什么的，因为我最后发现一件事，因为也有很多人写了很多弊端传给我，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因为我捅了一个马蜂窝，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这个黑潮的预算100多亿啊？这个预算怎么这么多？这个怎么编的到底是那还有反正各个预算，因为他们预算真的好多然后好几百亿嘛我说怎么这样编呢？这样用得完吗？我就那样想嘛然后想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应该要删，然后请他来解释。就因为我很大力的砍，他没有来解释。那我还没来解释的时候，他们民党就已经动员那些他们旁边的文化人。到立法院去跟我抗议了，就做新闻。那时候我都还没有，他们还谈还在谈就是说正常立委审预算是你砍一刀嘛，那部会要来解释嘛，来说明说我怎么用我说你这个哪里用不好，因为我没有查去年的，我审预算是有看那个法制局的一些报告，然后还有审计部的报告，这个都有参考，还有媒体的报道，我们会收集。砍一个预算理由写2页不是说一句话给你砍预算，然后他们来解释嘛，要来解释，正常是这样，但很多做过立委在场就来解释嘛，那解释以后你就说那可能我砍多少，那就是动多少，那你下去怎么做？那你要给我一个成果，一个什么出来嘛结果他们不是这样做，马上就那些人出来攻击。我们从后面回头来看，因为这些都是共犯结构我用共犯结构会不会太重？没关系，比如说来。像因为后来就很多人因为我这样做，很多人就来跟我具名的他讲得很清楚这个零日攻击这是我照练这是文化圈的人。零日攻击的制作人叫郑欣妹公司名叫零日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5月成立的2023年5月才成立的，资本呢120万，刚好过门槛。然后呢，接着呢。零日文创股份有限公司里面董事林锦昌，请大家去查他的相关背景。林锦昌是在我也知道，我看到名字我知道，那时候文化总会的秘书长嘛。林锦昌在几年前我在当国民党记者书记长的时候，有一个帮推跟什么后实是不是？就是林锦昌跟一个什么李厚庆是不是？就是他们就不是也是曾经很多公司拿政府的一些相关的案子，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讲过，现在背后也是应该还是差不多这样的人。来还有当然我想他们也是很有才华，只是他们也是用他们的关系去做这些事情。还有接着。可以去查然后制作人郑欣妹在2025年4月又成立一家叫做伊纳早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同样资本也是100万过门槛，里面董事林锦昌，所以这个人说合理推测零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做拍摄的，另外还有一个推销的左右手，你知道左右手一样都是去跟相关部会拿钱，还有补助相关的补助款，所以他觉得呢，有一些人就是名字挂在董事躲在暗处，而且这家公司呢。比如说一开始写工作室，资本20万成立，没有2017到2017年没有拿过文化部，就这位制作人没有拿过文化部任何补助的标案，在7年后成立公司，拿到第一个案子补助就超过1亿。一说原来这个郑小姐啦，1亿。
他们这个案子拿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然后他第一次成立公司就拿到1亿的绩效了。他说我见过年写就要被退回申请补助，连被退回了，但是没有见过第一次拿补助就可以拿到那么多钱的，就是有后台嘛。张总，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救安基金的事情非常的严重。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是滥用这些基金、营业基金，因为这个基金呢都是用公务预算把它拨过去，而且呢这些基金的预算都是比较后审，常常没有完整的审完之后钱就被发出去了。所以其实救安基金的一个大问题是，劳动部长年以来都在滥用，而且现在被审计部已经抓出来，至少5000到7000亿都不符合使用用途。北检说要查，去年说要查，查到现在没有下文。5000万了，5000到7000万。5000到7000万，然后用完就没了。还有一个事情，其实大家记得吗？大罢免第一波的时候，那时候灭火器的杨大正，他们也出来说百工百业挺大罢免。我们也去查了，灭火器相关的公司这几年108年到113年来，光是文化部的流行音乐相关的补助计划就拿了至少3、4千万以上，所以呢，这些文化人他们很多跟这个政府的这些补助可以说是共生关系。所以有一句话说嘛，你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而且现在整个民进党政府是以拍片为己任，各个部会都在拍片拿来当政绩，然后现在追加预算怎么搞？过去被删掉的这些预算，我们认为没宣费严重的滥用，他们通通都用追加预算偷偷补回来。接下来再回来。好，《中国时报》一篇这个评论啊，文化绿油油，玩垮台湾的艺文圈未来。哦，这个会不会劣币驱逐良币？哦，真的这样，真的是的。在早先的时候，台湾的这个什么流行歌啊、艺文领先华人世界。那时候拿了什么政府补助呢？都靠自己努力啊，在出头啊，要靠市场养你啊，不是靠政府养你啊。政府养你就没有机会了哦，因为政府养你就不需要努力了嘛，对吧？我只要反正政府钱给我，那我何必呢？我干嘛到市场去竞争呢？哦，所以呢，这就把台湾的艺文圈真的玩垮哦。这些人有才华没错，但是有才华人很多，那为什么就给你呢？你想想这个道理啊。那其他有才华人怎么办呢？好吧，林岱樺到神明前面发誓说我是清白的，不容侮辱，而且呢，他跟他妈妈去，他说我半年见不到妈。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因为检察官要求不能跟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不能跟兄弟姐妹住在一起。检察官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啊。他妈是他妈不可以，他不可以啊，他不可以，他妈不可以，他不可以跟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啊。他妈犯罪啊，他妈妈，所以呢，他这个。半年都没有常常看到他妈妈啊，他想说了哈，反正呢，所以他跟他妈妈一起拜天公，宣示他清白，啊，那当然大家关心你还是不要参选呢？民进党这样，哎，你就是因为坚持参选，民调第一被整成这样子，对不对？他不是讲吗？政治干预司法，司法干预初选，他说是的，没错，我就是要选到底，哦，那他如果不选，大概也不行了，就是很多时候逼到这个绝路上哦，那也只有挺到底嘛。那怎样呢？当选过关，落选被关呢？哦，地方人士说，哦，他呢这个带着妈妈参拜打亲情牌，是精心设计的政治动作了啊。那另外呢，现在高雄绿营变成4抢1，因为民进党认为说初选谁赢谁就当选了，对，所以他们的初选杀的刀刀见骨，对，啊，什么同志不同志哈，什么同党不同党那个不重要了哈。那所以呢，如果林岱樺决定要参选到底，2018年的噩梦恐怕重演，当时也就是民进党里面。打来打去，打到后来伤了感情。哦，选举的时候呢，也不是大家都去努力去辅选，后来就输给韩国瑜了嘛，记得吗？那高雄市长呢，现在初选爆出大赖力挺小赖，所以党内人士说是有限制操作了，总统现阶段不会表态。哦，那说呢，外界传出许智杰可能退选，赖清德支持赖瑞隆，所以叫大赖挺小赖，但是呢。许智杰没有说要不选了啊，所以现在目前态势还是拼到底。我们看一下，
林岱樺说，因为配合助理费案的调查，限制住居，已经大概有半年没有跟年近80的妈妈碰面。今天特地陪同妈妈到天公庙来上香祈福哦。由于最近这个风波一波一波的，林岱樺说呢，在妈妈跟乡亲的见证下呢，他绝对呢会继续为高雄打拼，清清气气为民服务。所以那祈求咱的天公祖来保庇，真的是非常不舍，真的是非常不舍。好，连妈妈呢也难掩激动的表示哦，这个林岱樺最近的风波呢让他很不舍。由于林岱樺接连卷入了助理案的风波，还有与通法寺住持的绯闻案，但是呢他参选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虽然目前呢已经成为民进党内的孤鸟了，但是呢他每天的行程呢仍旧照常。我觉得林岱樺因为有那个是什么？是办丑闻、办绯闻、办什么传闻出来以后啊，我觉得他的民调会掉。本来恐怕是在当选的边缘或提名的边缘，那现在变成不容易了。但是以他的个性，他会坚持选到底。那选到底的话，国民党的票，不管是提赖瑞隆啊，或者提林什么姐，徐志杰对，徐志杰，这个就变成他们也。出现的人也相当危险，所以相对柯志恩的机会就大起来了。所以现在就是混乱成一片。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我请教你一下，因为这个林岱樺的这个跟师父之间的暧昧的情况，这个传闻出来以后，我回去想，因为你们是挺柯文哲的，挺柯文哲最好的讲法就说司法不公哦，然后你讲党政减掉没。党政减掉没合作，后面的阴谋再毁掉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吗？你敢一口咬定这样吗？我跟你讲，你如果党政减掉没，这个党政没有问题，这个减掉如果是在里头参与一份，就说你们在这种勾当，这种要毁掉我名节的勾当，如果是真的这5个，那我跟你讲。那林岱樺传闻的那些事情，恐怕就是真的了。因为如果是假的，剪掉不会在里面了。你好好想哦。他随便拿人家的简讯去乱公布，然后影射就够了。不是这样，不用看那个例子。我跟你讲，就说剪掉不应该嘛。你们现在说剪掉在里头，就是因为手机7年前就是因为手机剪掉拿去了，那你解码了，然后你泄露了。那我问你啊，里面的东西就删掉的，然后再解码，然后再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你现在就是说你不应该拿去，你又泄密，但是问题是，如果里面是真的，那林岱樺很麻烦了。那如果是假的，那我觉得剪掉就不应该介入在里头啊，不是这样吗？你好好想一想哦。好好想一想哦。刚大佬讲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过去在柯文哲主席的案子已经一再的发生，包含了他们把里面的东西还原之后，断章取义的去发送，然后给了《镜周刊》或者特定媒体，再让这些周刊出来放风向。所以你可以看到《镜周刊》在报林岱樺的事件的时候，它里面传的那些讯息，我不知道真真假假，但是它很明显的导向一个方向，就说这是当中是有绯闻，或者是说2个人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但重点是这些事情跟他的案情到底有没有关系跟连接？没有嘛？所以就现在检调澄清了。第一个是你们到底有没有把侦查的内容公开，甚至是非侦查的内容都大公开，然后来造成整个打压、政治猎杀，甚至是毁人名节、毁人名格的这样的事实啊。是啊，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你怎么剪掉没有？那个郑文灿怎么7年前那个都公开了，7年前没被办，现在被办，然后前一阵子还有一个是谁？他的这个不是。Telegram 嘛，不是公开他的讯息，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他把所有的，包括那个在检查系统里头，调查系统该升哪一个，跟谁讲，跟法务部长跟谁讲，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被谁解密啊，就也是被丢出来啊。那些上面很多人都是从这件事情看出来，沈委员虽然年纪不是很年轻，还是很天真。休息再回来。好，那么柯文哲呢说有一个亲笔的便利贴曝光，
说呢这个给彭振声彭父金华城对容积率应该死心了，只希望行政院能够加速办理让他早日完工就可以了等等那他们意思就是说，你看他有指示，但我看这个还好，就是说他并没有叫他违法嘛，他说加速公务员本来就应该做，不要拖人家的事情，本来就这样。我这一张环保署长也是讲环境评估能不能过，依法办理，但是不要拖，能过就过，不能就不过，不过就不过，让厂商能够，如果他不过，他去投资别的事情，不要拖人家嘛，搞过来发退件，再来搞死人家了所以我这边没有看到违法了我插一句，你说插一句。那个这个里头说已经死心了，那原来的他想要有所图谋的，已经死心了是什么？那个是不，你听我讲完，你不要急，容积率就不想要增加。他没有死心的部分是落实了没有？如果没有死心的部分落实了，那个部分是不是变成犯罪的事实？那现在不死，现在死心的，那是后面的一段事情大佬可以跟你聊这个聊一天。基本上老总，我跟你讲我们不看重点了它的关键就是容积率嘛。是啊，他的今天死心了。他死心，那就表示他不在这方面争执了。但是其他方面我不知道了。但是他以前有没有 do something？ 不管已经构成违法了。那反正你是死心了嘛，就这个事情没成嘛，其实就这个意思了。查了1年了。就这个事情，这容积率这个事情，他已经不给你抱期望了，意思是这样。那你其他意思就赶快吧，不要再拖他，意思是这样子了那黄国昌说禁检冷饭重炒，想要带风向然后呢，这个陈志涵说一条龙错误来侦办柯文哲。然后另外呢，说他这个踩飞轮收300万然后传了3个证人那这是大概是陈英柱啦说他因为对台大医院有特殊感情，所以才捐钱，因为这个柯文哲在台大医院当医生嘛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关了11个多月，快1年了，说已经换了9个室友了所以呢，柯文哲说民进党不会一直执政，你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呢那说。再开庭就变成搞笑剧了，已经换了9个，我的 roommate 已经换了9个了那监察院呢说呢，纠正市政府案是有明确的事证的那另外呢，国土署也说这个现在对单一对象设奖励是有争议的不应该只奖励这个建华城小沈了那柯文哲那个陈佩琪因为2次在发飙嘛。但是旁听权没有收回，还让他继续，所以呢，再开庭还是一样让他去发言那另外呢，有人说10月关键了就是到底柯文哲能不能交保了那陈佩琪说柯文哲会被你们关到死了，他死以后我会把他的骨灰背着到全世界去宣告说台湾不民主，民进党的这个司法迫害，然后第一站就要到天安门广场，你们都说老共不民主，老共专制，那你比他好吗？所以要背着柯文哲的骨灰，要跟他形影不离，而且说赖清德跟他太太呢常常手牵手所以呢，我也要带着这个我先生的骨灰，到时候呢到官邸前面拦住你们夫妻，你们手牵手，我也跟柯文哲这个形影不离。我们看一下，柯文哲被带下囚车后，抬头看了镜头一眼。不久，北检3名检察官也一起抵达，再次迎战金华城案。这回开庭传了3名证人，打头阵的就是他。再来厘清300万的吗？有博弈教父之称的陈银柱的左右手邱清章，检方查出邱清章在2022年受陈银柱所托，把300万元送到市长办公室，亲手交给正在踩飞轮的柯文哲。陈银柱说，这笔钱是时任柯文哲竞总主任周芳如以民众党有个办公室要装修为由，募款300万元。在庭上，他表示送完钱就离开，并交代与周芳如事前事后联络的细节等等。这一次传3名证人来呢，就是为了要理清这一张表，也就是柯文哲 Excel 档上面的数字还有人名的关联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小沈1500，检方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说服法官这一张 Excel 的真实性。检辩诘问、反诘问后，对于证人的说法，检察官说，综合证人所述，档案内记载的内容就是柯文哲为了感谢捐赠者而记录，数字就是代表金钱。柯文哲辩护律师则说，300万元是周芳如帮忙募款，收钱理由跟谢国良母亲一样，都是欣赏柯文哲，捐款给他自行运用，那何来侵占的问题呢？至于存放Excel档的硬碟，检方查扣后并无立即数位采证，而是有10多天的空窗期，过程中资料还被外
外流，所以是否有证据力仍有疑虑。另外2名证人则是北市府参事陈志明，证词或许会对柯文哲比较有利。下午则轮到和泰大金执行长黄海清，不过每次柯文哲出庭，几乎都会来旁听的陈佩琪，这次却罕见缺席。来，郁政委，我觉得这个案子哈，我最痛恨的应该说不只是这个案子，我觉得台湾的司法的公信力会完全的被糟蹋，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每一次都看到那什么《镜周刊》，大家都已经叫他禁检哦？不管这个案子，还有刚刚那个，刚刚还有一个林黛花对，林黛花那个，为什么总是有流传那么多东西出来哦？然后还有我上次看柯文哲还有那种什么在什么撕什么东西碎在垃圾桶，他还把它拼出来。那些人是在那个镜的那个编辑还是记者是坐在检察官的旁边吗？这个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这种事情，然后后来不是北检去调查吗？他说没有啊，就他们都没有泄露啊。怎样？那个人是冥想出来吗？然后想都那么都跟后来有公布嘛，都几乎都是那些事情嘛。然后什么纸张也可以有，刚那个照片，为什么连那种贴纸他也可以这样拍？就我的意思就太夸张了，这样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会相信司法嘛？用想也知道说这个政府根本应该是说执政党就是在罗织罪名，然后打算把这些就要让这个社会上先相信说就是有这些事情，先入为主嘛，应该就是要带风向了。那个玉珍委员，你知道更夸张的是，《镜周刊》不是只有平面文字，他的这些记者呢，还上网络媒体去演。然后呢，演得很夸张，然后呢，好像他完全身临其境。那个时候呢，人就在旁边呢，看着他，真的就像以前我们在讲说那些有些名嘴啊，讲那个外星人跟历史故事一样，他就演给你看。所以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去丑化一个你应该先以无罪推定为原则的被告，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应该。这些作证人应该讲的，比如有收到这些钱，这些应该是在政治现金法上，你有没有诚实申报的问题吧？对不对？怎么会是别人？因为要有对象关系才是贪污啊。陈银柱跟金华城案完全没关系啊，他只是自己捐个钱给柯文哲，那他跑来金华城案开庭，把他做证人证据。不，他基本上检察官就是要斗垮先斗臭了。他先用媒体把你这个人搞得像林黛花也是嘛，搞了这个好像很不堪的样子，然后他最后再起诉，就是你看他本来就坏啊，我们是替天行道啊，替国家，他主要是为了这个来说。人格抹杀对。事实上从传邱佩玲到现在这个什么邱清章，我就一直搞不清楚现在到底在开哪一庭哈？是开刚刚玉珍委员说的政治现金，还是金华城啊？因为在金华城案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人名哈。但我必须要说啦，这次大罢免，民进党为什么会失败？很多人出来投票的原因，其实不只是蓝绿对决，很多人是因为司法过头了啊。这个过头包括金华城案，包括把我们国民党每一个地方党部人抓起来，包括连粉专的版主、民营粉专版主到现在还在羁押，这些让很多人都觉得太夸张了。那这。我觉得这整个事件当中，其实刚刚柯 P 他有发言哦，他说呢，现在整个事情已经变成一个闹剧，一个搞笑剧。变成说捐钱给他也是犯罪，他开演唱会也是犯罪，好，然后呢，他卖小物也说是犯罪，所以无所不用其极。除了现在在办的金华城或政治现金案，后面还有好几个案子，就是准备要把他抓起来。那我们也看到陈佩琪医师他其实是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这个绝望来自于不管有多少个证人，不管有多少个公务员说他们一切都是依法行政的，但是法官似乎没有要采信，或检察官还是一直在扣他入罪。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个东西，我今天有带过来。其实呢，这一切的源头就在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我要告诉大家，请大家可以上去看这个调查报告的公告日期是在113年的1月24号。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错误的地方，包含他说呢，当时的都委会通过的容积率增加为1.5倍，达到840%，这个东西就是错的。然后呢，还说引用了都更条例，这个也是错的。说没有法源也是错的。当一个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错误百出的时候，你要如何期待它有公信力？而后来的检调竟然拿着这个调查报告继续去用这个司法追杀，然后呢政治猎杀，这个是一个国家非常可怕的地方。最近有2个人让我担心了，一个是馆长，一个是陈佩琪，动机完全不一样。但是呢，馆长也许为了一个目的，我觉得陈佩琪他现在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 desperate， 但是呢，要把骨灰带到天安门，天安门这3个字，我觉得他在台湾的支持的基础会萎缩。那个是在总统讲的啊，他说要抗议去天安门啊。
对，那是让我先讲说要抗议去天安门啊，426那次啊，对啊，那是他回那一句话，忘掉那句话，他是要绕全世界啦，只是第一个到天安门，赖清德说要抗议去天安门抗议啊，司法武器化对。